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健康大家谈，我是主播张宏志。今天想和各位长辈们聊一个非常贴近生活，甚至有点心酸却又无比现实的话题，那就是很多过了50岁、60岁单身或者丧偶、离异的男同胞经常在深夜里纠结的一个问题：男人过了50岁，到底还要不要再找个老婆？前段时间我遇到一位62岁的陈大哥，陈大哥老伴走了3年，孩子都在外地打拼，平时一个人住在空荡荡的房子里。有一晚他突然发高烧，倒在床上，想喝口温水都够不着，最后还是隔壁邻居听到动静帮他叫了救护车送去医院。等病好了之后，陈大哥坐在社区公园的长椅上跟我感叹说，那一刻我真的觉得身边没一个人太苦了，我是不是该赶紧再找个老伴？其实像陈大哥这样的长辈不在少数，在很多人的观念里，男人过了50岁，身体开始走下坡路，起居没人照顾，日子过得七零八落，找个老婆似乎就成了解决晚年孤独和生活难题的万能药。但是大家有没有仔细想过，50岁之后再找老伴，真的能如大家所愿过上有人嘘寒问暖、茶饭有人的舒心日子吗？今天这期内容，我就结合我多年的社区观察、健康保养知识以及无数中老年家庭的真实经历，给各位长辈说一说心里的大实话。说到这里，我们首先得直面男人过了50岁之后身体与生理的真实状况。50岁是人生的一道分水岭，如果把我们的人体比作一台跑了几十年的旧汽车，到了50岁，发动机的马力不比从前了，零部件开始磨损，油路也容易堵塞。在生理上，男性的雄性荷尔蒙水平逐渐下降，肌肉量每年都在流失，新陈代谢明显变慢。最常见的就是摄护腺问题，很多长辈晚上要起来好几次，睡眠质量大打折扣，还有心血管的弹性降低，血压、血糖稍不注意就会波动，这些身体上的变化直接影响着一个人的精力和情绪。很多长辈以为找个老伴就能解决身体衰老带来的烦恼，其实不然。陪伴固然能带来心理安慰，但身体的健康保养归根结底得靠我们自己。如果你连自己的饮食起居、作息习惯都理不顺，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另一个人身上，希望对方来伺候你、照料你，那这种关系从一开始就埋下了隐患。因为在这个年龄段，大家都是半百之人，谁的身体都不再是年轻时的铁打钢造，谁都有需要被照顾的时候。如果你带着找伺候自己的人这种心态去寻找伴侣，注定会失望，甚至引发矛盾。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，为什么很多50岁以上的男性会那么强烈的想要再找个伴。我在走访中发现，很多男同胞喊着要找老婆，本质上不是因为爱情，而是因为生活自理能力太差，或者内心极度恐惧孤独。在过去的传统观念里，不少男性习惯了家里有女人打理一切，做饭、洗衣、收拾屋子，人情往来，自己只管在外打拼或者当甩手掌柜。一旦到了50多岁，老伴离开或者离婚，一个人面对冷冰冰的厨房，堆积如山的衣物，立刻就觉得日子无法维系。这时候他们脑子里想的找老婆，其实找的是一个免费的保姆，一个24小时的护理员。但是长辈们想一想，现在的社会现实早已变了。到了50岁的女性，人家往往也拉扯大了孩子，好不容易熬到了退休，心里想的是如何为自己活一次，去跳跳广场舞，跟姐妹旅游，享受自由自在的晚年生活。如果人家发现你找老伴的目的是希望他天天给你洗衣服做饭，照顾你的吃喝拉撒，又有谁愿意心甘情愿的来当这个免费劳动力呢？很多中年再婚的家庭，刚开始高高兴兴在一起，过不了几个月就因为谁做饭谁扫地，家庭开销谁来出，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吵得不可开交，最后不仅没享受到温情，反而弄得身心俱疲。除了生活习惯的冲突，50岁之后再婚最大的绊脚石就是极其复杂的经济与家庭利益关系。说到经济问题，很多长辈觉得谈钱伤感情，可现实却是不
不把钱和房子谈清楚，晚年的感情根本立不住。50岁以上的男人手里通常都有一些积蓄，或者有一套跟前妻共同打拼留下来的房子。这时候你如果选择再婚或者找伴侣，你的子女心里会怎么想？子女们最担心的就是父母一糊涂，把一辈子积攒的家产房产落入外人手里。现实中有太多这样的案例，老先生过了50岁找了个新老伴，刚开始甜甜蜜蜜，可过了几年，老先生身体查出重病，新老伴一看要耗费巨额医药费，甚至还要长期瘫痪在床照顾，便提出了分手或者要求先过户房产作为保障。这时候子女和新老伴在病床前吵得面红耳赤，受罪的最终还是躺在病床上的老人自己。更心酸的是，有些长辈为了迎合新伴侣，把积蓄交出去，结果财产没了，人家也走了，落得个两手空空，晚景凄凉的下场。这种因为财产和利益引发的家庭矛盾，在50岁以上的再婚人群中屡见不鲜。如果你没有处理好与子女沟通财产归属的问题，盲目走进再婚，往往会把原本平静的晚年生活搅得一团糟。还有一种更为残酷的大实话，我必须在这里提醒各位长辈，那就是老来伴的照料风险。很多人幻想着老了有个伴，病了有人端水递药，但这完全是一种理想化的单向设想。两个人在一起，概率是各半的。你找了个老伴，本想让对方照顾你，可万一对方过几年先倒下了呢？到了60多岁、70岁，对方突发脑中风，瘫痪在床，或者得了认知障碍，你是否有能力、有精力和财力去照顾他5年、10年？我在安养院探访时看到过太多67、8岁的老先生，自己背都佝偻了，每天还要推着中风的再婚老伴去康复锻炼，累得自己整夜失眠，心脏病发作。原本想找个伴避风港，结果自己成了别人的避风港，甚至被繁重的护理压力彻底拖垮了身体。特别是到了中老年阶段，两人的健康状况都充满了未知数。如果双方没有深厚的情感基础，仅仅是靠相亲或者临时搭伙走在一起，一旦遇到重病和瘫痪，这种脆弱的关系很难经受住现实的考验。所以在决定要不要再找老婆之前，长辈们一定要问问自己，你是否做好了为另一个人承担疾病、衰老和生命重量的准备。如果只是想单方面索取照顾，那再婚往往会变成一场双输的困局。说到这里，我们不得不探讨一个深层次的心理问题：我们究竟是在害怕一个人生活，还是在害怕内心的空虚？很多长辈在50岁之后觉得日子难熬，并不是因为身边没有老婆，而是因为自己没有建立起独立的精神世界。习惯了热闹的人，一旦静下来就会感到恐慌。但事实是，一个人如果无法在孤独中找到平静，就算身边多了一个人，内心的匮乏感依然无法被填满。两个人如果无法产生心灵的共鸣，只是硬凑在一个屋檐下，那种同床异梦的寂寞，比一个人单身要心酸100倍。我们看到很多再婚的老人，虽然同住在一起，但白天各玩各的，晚上各自看手机或者看电视，说话不到3句就顶撞起来，家里天天弥漫着沉闷尴尬的气氛。这种为了摆脱孤单而凑合的婚姻，本质上是对晚年精力的极大消耗。学会与自己相处，在独处中安排好生活，才是中老年人走向成熟和从容的必修课。那么既然知道了50岁之后再婚有这么多潜在的风险与挑战，我们到底该如何安顿好自己的晚年呢？我始终认为，男人过了50岁，最硬核的底气不是身边有没有老婆，而是你自己是否拥有健康的身体、独立的生存能力和充实的内心世界。只要这3样东西在你手里，你的晚年无论是一个人过还是2个人过，都能过得尊严满满、舒心自在。首先我们来说健康。50岁之后的身体保养，关键在于保养我们的摄护腺和心血管系统。摄护腺就像是我们体内的一个水龙头关口，随着年龄增长，它容易肿胀生锈，导致小便频弱、夜尿增多。怎么保养呢？教大家几个零成本在家就能做的简单动作。第一是靠墙半蹲，
每天选个空闲时间，背部紧贴墙壁，双腿弯曲成90度或者稍高一点，坚持1到2分钟。这个动作能极大地增强我们盆底肌和下肢的血液循环，给摄护腺充血供氧。第二是提肛运动，也就是在吸气时收缩肛门，呼气时放松，每天做个50次。这就像是在给盆底肌做按摩，能有效改善夜尿多和排尿无力的症状。至于心血管，把它想象成我们家里的水管，年纪大了，水管容易积聚垃圾，每天保持3000到5000步的散步，多喝温开水，少吃高油高盐的剩菜剩饭，这就是给水管做清洁的最有效方法。身体健康了，精气神足了，你就不再是个病婆，需要别人伺候的老头子，你的生活质量自然就会大幅提升。除了保养身体，50岁以上的男性必须完成的第2门功课，就是学会独立打理生活，彻底摆脱生活上对女人的依赖。很多长辈觉得做饭收拾屋子是女人的事，这种陈腐的想法一定要彻底扔掉。其实做饭不仅是一门生存技能，更是预防大脑衰老、锻炼动手能力的绝佳活动。去菜市场选购新鲜的蔬菜水果，看着红的番茄、绿的青菜，感受烟火气，回到家亲手切菜、调味、下锅，这整个过程都在刺激我们的大脑神经，预防认知功能退化。试着学做3-5道简单营养的家常菜，比如蒸一条新鲜的鱼，炖一锅山药排骨汤，炒个木耳鸡蛋。自己动手做出来的饭菜，干净卫生又合口味。当你发现自己能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、窗明几净，能给自己做出香气扑鼻的营养餐时，你就会发现，原来一个人的生活也可以过得这么有条不紊，充满质感。你再也不用为了一口热饭而去委曲求全，也不用因为没人做饭而感到惶恐不安。一个生活自理能力强的男人，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把日子过成诗，这种从容和自信比什么都珍贵。第3个支撑晚年尊严的支柱，就是明确的财产规划与法律意识。无论你未来是否选择再找老伴，手中的积蓄和房产都是你晚年安身立命的最后防线。50岁之后，钱要紧紧握在自己手里，对于自己的养老金、医疗保险以及房产要做到心中有数。如果你真的遇到了志同道合、想要共同生活的伴侣，我也强烈建议各位长辈保持理性和智慧。在台湾或者各地，现在的中老年搭伙过日子，非常流行一种叫做搭伙不登记或者签署财产协议的方式。大家明明白白地把各自的财产、未来的医疗开支分配说清楚，不涉及房屋过户，不抢占彼此子女的继承权。日常开销可以建立一个公共账户，大家共同承担。这样既有了情感上的陪伴与关怀，又切断了后续财产纠纷的导火索。子女放心，两个人相处起来也没有负担，这才是成熟理智的中老年相处之道。千万不要凭一时冲动过户资产或者盲目承诺，学会用合法的手段保护自己和子女的权益，你的晚年才能真正安心无忧。第4个极其重要的秘诀，就是建立属于自己的社交圈与精神寄托。孤独是晚年健康的大敌，但解药绝不仅仅是找个老婆。很多长辈之所以觉得日子难熬，是因为退休后一下子失去了社交圈子，整天窝在家里看电视发呆，越发呆心里越沉闷，身体功能退化得越快。我们要学会主动走出去，去社区的长青学院报个名，学学书法，拉拉二胡，养养花草，或者加入当地的健走队、太极拳社团。在这些地方，你会遇到很多年龄相仿、志趣相投的老朋友。大家白天一起切磋技艺，聊天侃地，分享生活中的酸甜苦辣。这种社会连接能给大脑分泌多巴胺和内啡肽，极大的缓解孤独感。当你的精神世界充实了，每天有忙不完的爱好，见不完的朋友，你就会发现孤独根本抓不住你。你的晚年生活每天都充满了期待和阳光。一个有着丰富业余生活和真挚友谊的长辈，根本不需要靠再婚来填补心灵的空虚。
说到这里，可能有些朋友会问，如果我真的遇到了一个性格合适、相处舒服的人，难道我就彻底拒绝再婚吗？当然不是。如果经过长期的了解，你发现对方不是为了找免费房子或者找钱包，你也不是为了找免费保姆，两个人在一起能说得上话，能互相体谅，能共同分享生活的喜怒哀乐，那么勇敢去追求陪伴是非常美好的事情。但请牢记3个原则：第一，重心灵陪伴轻生活伺候，双方要互相扶持，而不是单方面索取。第二，重经济透明轻利益纠缠，把财务边界厘清，不给子女留隐患。第三，从独立空间轻过度依附，两个人在一起是2个独立灵魂的重叠，给彼此留出自由呼吸的空间。只有建立在互相尊重、理性透明基础上的再婚与陪伴，才能真正为你的晚年锦上添花。各位，50岁之后的人生是一段重新认识自己、拥抱自己的黄金岁月。不论你现在是一个人品味清欢，还是2个人分享温暖，请记住，你晚年最大的幸福源泉，始终来自于你充实的内心、健康的体魄和独立的生活能力。不要把幸福寄托在别人身上，学会关爱自己的身体，按时吃饭，坚持锻炼，把每一天都过得有声有色。如果您觉得今天健康大家谈的内容对您有所启发，记得帮这支影片按个赞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让我们一起互相加油打气，把这支影片分享给您身边关心的家人、老朋友。我是主播张宏志，我们下期影片再见。